今天要离开德岛，前往神户。巴士的售票中心就在饭店楼下。前往大阪与神户的班次特别多，往神户一个人3600元。还有点时间去 JR 车站里面买早餐，盖纪念章。なんかすごい。遅れて運行しております。ご注意のところご迷惑をおかけご注意ください。首先会经过昨天来看漩涡的大明门桥。没意外，在桥上是看不到明门漩涡的。过了大明门桥，就进入淡路岛落。远远看到明石大桥啦。电影中铃芽搭便车也是从这里经过。过了明石大桥，就离神户不远了。我们今天住的布伦扎酒店就在三之宫车站旁。先来去寄放大行李。布伦扎酒店的入住大厅像个咖啡厅一样，非常漂亮。放完行李来去铃芽的圣地巡礼。还有公鸡跟它的那个灯跟床，还有灯塔，还有这个是那个什么艺人馆嘛。二宫金商店街这个招牌也是电影中有出现的景色。
一旁有个二宫温泉。这家钱汤在当地相当有名，入口在这个牌楼旁的转弯处。发现来这家澡堂的客人非常多。在贩卖机看到今天早上电视广告中的草莓牛奶，影片中的女角跑了一个大斜坡，只为了喝一次这个。是 BOSS 的草莓牛奶不就那盒子吗？嘿嘿，看电视看到了，本来就是，真的这么好喝吗？专程走了一个超级陡的斜坡去买。今天早上日本节目你看到了？对啊，他不是在介绍一个很陡的斜坡吗？他走到下面去买这个。对啊，他说我好草莓哦，这个超香精哦，还蛮好喝的，真的蛮好喝的，喝喝看。但是这一罐有点小蛮好喝的。好了，确定13度陡坡可以。继续走到二宫商店街这边，这边是个有顶盖的商店街区。这里的这个房子是《铃芽之旅》中留美开设的小酒吧。旁边有个二宫市场。这里应该是偏早市，我们下午来几乎没有店家有开店。路上经过了神户的东横印，来去买他的元气徽章。这个特别漂亮。对呀、基路城。走，往下一个点。这里是这次铃芽之旅的巡礼最后一站，新神户车站。先盖一下纪念章。哦，这是艺人馆吧？对，艺人馆。下去，艺人馆。爸爸，新神户的这个外墙是铃芽在西日本最后一站。他道别留美，搭新干线前往东京了。我们这趟圣地巡礼也在这告一段落。离开新神户车站，往北野艺人馆方向前进。雾隐香草园先到了，我们进去逛逛吧。这个园区是在山上，搭缆车上山会方便轻松很多。
缆车的来回票价是一个人2000元。5月的花季，可以在这里看到许多花卉。买完车票，一旁就可以搭乘缆车上山。雾隐香草园在紧邻市区400公尺高的山坡上，是日本最大的香草种植观光园区。搭乘缆车上山是最好的选择，除了轻松外，还能一览神户市的美景。超快的，都变慢了。缆车会先抵达中继站风之丘，不用下车，继续搭乘前往山顶。往前冲也很恐怖。干嘛的椅子？这里可以看到香草园的游步道，沿路有种植不少花卉。可以从山顶站一路走下山到中继缆车站。不会像1月份一样走超久。公园内，球一球。这里有个全园区的模型，这是周边的，可以看到12座主题花园与展馆。那天走下去的不会是蝴蝶。这也可以走过去。这里可以看到神户港区。雾隐香草园整体的风格以欧式为基调，周遭弥漫着音乐，漫步其中非常舒服。特别，这是让我买回家的吗？对呀、我今天真大。纪念品店里有贩售许多香草类相关商品。菊桃，这我们都不能买。茶包啊？这有没有茶包？这里也有好几家餐厅，先来买点东西吃。它是薯饼，香到流口水。套餐包含2个小鸡腿、薯条、薯饼与3种酱料。
味道表现中规中矩，还算可以。不过用餐环境的氛围感真的拉好拉满。往内走到香味资料馆这里，这里面有展示许多旧式提炼香味的器具。这个是提香的精油。肉桂卷的味道。本来想要慢慢走下山，路逛到中继缆车站的，结果它5点就封闭禁止通行了，所以只好再次搭缆车下山了。真可惜这次没有逛到这一区，下次有机会来要预留4到6个小时。下山的缆车更能好好的观赏神户的市景。夜间搭乘缆车时，整个神户的夜景应该很震撼吧。但是夜景要求的够高。下来了。缆车，很漂亮哎！我喜欢这个。出口处有很多漂亮的手工艺品可以买。离开缆车站会有往艺人馆的方向指示，路程没有很远，可以走路前往。要爬到山顶上再。北野艺人馆街这边是1868年神户港开港后，外国人士的居住区，位于可眺望大海的山丘之上。这里拥有许多带着日本精致风格的欧美式洋楼，进而呈现着风格独特的街道景观。据说这个区域至今仍有约30栋依然留存着当年样貌的西洋楼房，
其中16间还有对外开放。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的时间稍微有晚了，几乎都已经停止营业与对外开放了，就沿路感受一下这个街区特别的风貌吧。欧风的社区中也有很日式的神社，日洋冲突的风格让这里的街景更为精彩。前面这个封建机织馆也是这里很有名的一栋建筑。这边才看得到啊。就只有他独立。路上经过不少个斜坡，都还蛮漂亮的，会忍不住的停下来拍照。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要接。一路上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花卉，真的很赏心悦目。有人说要叫我闻快点，我会靠近一只。神户真的是个很日式欧风的城市呢，是个蛮值得悠悠闲逛的地方。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住宿点，三之宫车站旁的布伦扎酒店。这家优点是离车站近，内装新颖，价格还不贵。房间比想象中的大不少。好漂亮！对，我们行李箱都在全部打开。有个小柜台可以将大行李打开放在上面，里面有小冰箱、水杯与保险柜，还不错的小桌子。看一下浴室，一体式的。模组化的浴间，简单干净。
电视给的很大台，且可以联网，很不错。这次的铃芽之旅在神户这里也接近尾声咯，该收收心了。这趟旅行的最后并没有安排行程，前往大阪的路程顺便收集纪念章。神户三宫站的游客中心有2个漂亮的纪念章。有点短。他看得好短，漂亮哎。就一张。因为我们回台湾的飞机是在关西机场，所以最後我們要移動到大阪。先来去难波日本橋的東橫印買元氣徽章，是大阪的特產章魚燒造型徽章。接下來到天王寺站轉車前往京都。天王寺站也有紀念章，不要錯過了。在京都4條屋玩的東橫印購買元氣徽章，是藝伎的臉呢。走，繼續往下一家東橫印前進。從京都前往大津。这里可以买到滋贺县的元气徽章。滋贺的元气徽章是超级可爱的狸猫造型。他大大的哀伤。本来还想去买奈良的徽章，但时间不够了，只能先回大阪了。带大家看一下大阪大国町旁的 Sobio 酒店。入住大厅蛮时髦的，备有小饼干与咖啡，可以免费享用。也有茶包可以冲泡。备品可以在这边拿取。看一下房间，房间蛮新的，但小到有点出乎意料。这是浴室哦。对。怎么这么小？你看，好挤啊！怎么这么小的浴室啊？也是出乎意料的小。那个是干湿分离呢，在里面。但干湿分离的厕所很令人开心。会订这间是因为1000多块台币的房间还附赠不错的早餐。带大家看一下早餐有什么。沙拉区、面包区、
牛奶与综合果汁、炒蛋、纳豆与小菜、中华冻浇头、现做的好吃烧、可乐饼、意大利面、烤青鱼、起司鸡肉、德式香肠与薯球、味噌汤与咖喱、水果与甜点。接下来是每日从木津市场直送的新鲜海鲜。第一次在平价商务饭店早餐吃到生鱼片呢。有提供醋饭，可以自己组合海鲜冻。生鱼片的品质看起来很不错。每天提供的海鲜种类不是固定的，要看当天状况。最后加上海苔，就搞定我的海鲜冻了。有个品质不错的鸡蛋，也拿一颗做生鸡蛋拌饭。将葱花与生鸡蛋放到饭上，最后再淋点酱油就搞定啦。这样的价位能吃到这么丰盛的早餐，也是有够划算的了。因为太好吃了，所以继续吃第二轮。房间非常小，但早餐很不错哟。最后前往关西机场，准备回台湾了。这次我们从熊本开始，一路往鹿儿岛、宫崎、大分，绕了大半个九州，再搭乘渡轮前往四国，然后从松山横贯四国到德岛，再经由神户抵达大阪。对于外语几乎不行的我们夫妻2个人来说，真的是人生中最大的冒险了。最后也顺利完成了这趟旅程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这次机上餐特地选了中东餐，觉得做得非常好吃。喜欢异国料理的朋友可以试试看。在空中看到这趟旅程遗憾之一的樱岛火山，今天可以看得好清楚呢。
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日本本土最北端的境内，去看一下知名的立尻岛。我们下次见啦！